各位，今天咱們聊聊 Python 裝包這檔子事兒。你說這事兒吧，本來應該挺簡單的，不就是裝個庫嗎？結果硬是被搞成了裝包界的《三國演義》。先說 PIP 吧，這是 Python 自帶的親兒子。你裝完 Python， 它就在那兒了，不用你操心。pip install 一下，包就來了，簡單粗暴。但是啊，這個簡單粗暴有時候就是個坑。你裝 NumPy， 它給你下個包，然後開始在你電腦上現場編譯，編着編着就報錯了，說你缺個 C 編譯器。你說氣不氣？我就想用個數據分析庫，你讓我先成為 C 語言程序員。而且 PIP 這玩意兒有個毛病，它裝依賴就跟排隊買票似的，一個一個來，串行處理。前面裝的包版本和後面的衝突了。對不起，它不管，裝就完了。等你發現環境炸了，已經晚了。雖然有個 requirements txt 可以鎖版本，但那東西基本就是個 pip freeze 的產物，把你環境裡所有東西一股腦倒出來，開發依賴、生產依賴全混在一起，換個操作系統。抱歉，可能不好使。然後 Conda 出場了，這位老兄一上來就說：“你們都不專業，看我的。” Conda 不只管 Python 包、C 庫、R 包，甚至編譯器它都能給你裝上。他把 Python 本身都當成一個包來管理，這個設計確實很牛。Conda 用的是 CT 求解器來處理依賴，理論上能保證你的環境不會炸。而且 Conda 的包都是預編譯好的二進制文件，拿來就用，不用編譯，特別適合科學計算這種重度依賴底層庫的場景。但問題是什麼呢？慢，非常慢。有人形容 Conda 的速度叫烏龜速度，這不是誇張，是真實體驗。你要是在 Conda 環境裡裝了上百個包，再想更新點什麼，那解析依賴的過程能讓你懷疑人生。而且 Conda 有自己的包倉庫 Anaconda Repository， 雖然還能用 CondaForge 這個社區渠道，但總體來說，包的數量和更新速度都比不上 PIPI。PPI 上有10幾萬個包 ，CondaForge 滿打滿算也就幾千個。你想裝個新出的小眾庫？對不起，可能得等人家志願者打包，或者你只能在 Conda 環境裡再 pip install 一下，然後2個包管理器就開始打架了。這時候 UV 橫空出世，2024年2月 ，Astro 團隊就是那個做出超快 Python linter rough 的團隊，推出了 UV， 用 Rust 寫的。他們的口號是什麼？比 PIP 快10到100倍。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也覺得在吹牛，結果一試真的快到離譜。裝個 JupyterLab pip 要21秒 ，UV 只用2.6秒，快了8倍。這速度是怎麼來的呢？並行下載、全局緩存、Rust 的原生性能，還有一個關鍵的改進，他們用的 PubGrub 依賴解析算法，能同時驗證所有包的依賴關係是否滿足，避免了 PIP 那種裝完才發現衝突的尷尬。UV 的野心不止於此，他想當 Python 界的 Cargo。一個二進制文件搞定所有事，裝 Python 管虛擬環境、鎖依賴、發布包，甚至跑腳本。它生成的 log file 是真正的跨平台可重現，不像 PIP 那個 requirements。TXT 那麼簡陋，而且 UV 還能管理 Python 版本本身，不用再裝 PMV 了。你說這是不是把 PIP、Virtualenv、PMV、Poetry 這一堆工具的活都幹了？現在來說說技術原理層面的東西。PP 的依賴解析是遞歸的串行循環，裝 A 包的時候發現要 B， 裝 B 的時候發現要 C， 這樣一路下去。問題是它不回頭檢查，如果後面裝的包需要一個不兼容的 B 版本，那環境就破了，而且你可能當時還發現不了。Conda 用的 SAT 求解器本質上是一個約束滿足問題的解決方案，它會把所有包的依賴關係都列出來，然後求解一個滿足所有約束的解。這個過程更嚴謹，但也更慢，因為這是個 NP 完全問題。UV 用的 PubGrub 算法則是一個折中方案，它在 Rust 的生態裡已經被 Cargo 證明是有效的。PubGrub 通過維護一組 incompatibilities， 也就是已知的衝突組合，來減支搜索空間，比純粹的 SAT 求解要快得多，但又比 PIP 的簡單遞歸要靠譜。再加上 Rust 的零拷貝反序列化技術 ，UV 把包的原數據直接從磁盤映射到內存，避免了傳統的解析、分配、填充這個流程，這又省了一大塊時間。從影響範圍來說 ，PIP 因為是 Python 官方工具，基本覆蓋了所有 Python 用戶。
Conda 在科學計算、數據科學、機器學習這些領域佔據主導地位，因為這些領域的庫往往依賴大量非 Python 的底層代碼。UV 雖然是2024年才出的新工具，但勢頭很猛，已經有不少開發者在切換。它的目標人群主要是那些受夠了 PIP 慢、受夠了 Conda 重的開發者，特別是那些項目不需要管理非 Python 依賴的純開發場景。好，現在說說優劣對比。PIP 的優勢是簡單、內置、生態最全，缺點是慢、依賴解析不靠譜，沒有真正的 log file。Conda 的優勢是能管非 Python 依賴解析嚴謹，適合科學計算，缺點是慢、包少、環境重、學習曲線陡。UV 的優勢是快、現代、功能全面，兼容現有生態，缺點是新社區還在成長，不能管非 Python 依賴。如果你的項目需要 CUDA、CUDA、MKL 這種非 Python 的系統級庫 ，Conda 還是不二之選。如果你就是寫純 Python 的 Web 後端、爬蟲、自動化腳本 ，UV 是最佳選擇。PIP 呢，老實說，除了它是默認裝好的這一點，現在真沒什麼理由繼續用它了。現在讓我們成年人聊點深層次的。這三種工具的並存，表面上看是技術選型的多樣性，實際上暴露的是 Python 生態的一個根本問題。從設計之初 ，Python 就沒想好怎麼處理包管理這件事。PIP 是後來才加進去的 ，Conda 是因為科学計算社區實在受不了 PIP 才自己搞的 ，UV 則是第三方開發者看不下去現狀才從零開始重寫的。這種碎片化的代價是什麼？每個新手入門 Python 都得先花半天時間搞明白這仨有什麼區別，該用哪個。每個教程、每本書、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最佳實踐。有人說用 Poetry， 有人說用 PyPenV， 有人說 Conda， 現在又來個 UV。這種工具鏈的混亂，消耗的是整個社區的精力。更諷刺的是什麼呢？ Rust 的 Cargo 一開始就設計得很好，所以 Rust 的社區基本沒有這種爭論。Python 作為一個比 Rust 老得多的語言，反而要靠 Rust 重寫的工具來救場。這說明什麼？說明有些歷史包袱不是靠修修補補能解決的，有時候推倒重來反而是最快的路。而 Conda 的故事更值得玩味，它本質上是 PyData 社區因為需求得不到滿足，自己搞了一套體系。這套體系在科學計算領域確實解決了問題，但也加深了生態的分裂。現在的局面是做數據科學的人裝 Conda， 做 Web 開發的人用 PIP 或者 UV， 偶爾還要在 Conda 環境裡混用 PIP， 然後祈禱兩邊不打架。這不是技術問題，這是治理問題。UV 的出現讓人看到一絲希望，但也要警惕新的問題。一個由單一公司控制的閉源核心技術，雖然 UV 本身是開源的，但 Astro 是一家商業公司，如果未來佔據主導地位，會不會重蹈覆轍？開源社區的健康發展需要的是標準和協議的統一，而不是某個工具的獨大。最後說一句，裝包這件事本不應該這麼複雜，其他語言早就解決了這個問題，而 Python 還在這兒折騰，這不是我們該自豪的。所以下次當你 pip install 卡住的時候，不要只是抱怨網速慢，想想這背後是整個生態設計的問題。技術債是會積累的，而我們每個選擇工具的決策，其實都是在為這個債務投票。